跌断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德工小米啊，在一个阳台装2台晾衣架，就是这个位置啊。感觉呢，这个阳台也不是太大，它在这里呢，同时装2台，并排装2台，就是隐形的这种晾衣架。这厂家绝对靠谱啊！看，吊杆都带了。现在能带吊杆的厂家呢，那就是10家里面找不出1家了啊。这2台呢就是主机了，这个主机呢，一会儿我们把那个隐形的衣杆呢给它连接上来。这是电机，这是开关，限位开关。现在我们把主机呢吊个个儿，这就是如果装上去的话，这个面是向下的，然后把这个隐形的槽呢给它先固定上来。这个位置呢是有螺丝孔的，跟它这个铁板螺丝孔对应，直接拧好就可以了。这2根线呢是从主机出来的，给这个限位开关供电的。哎呀，这么不好插呢。哎，好嘞。现在呢，我们2台主机呢都组装好了，现在准备就是给它上面定位了。根据它阳台的宽度，我们把2台晾衣架的尺寸呢给它定出来。这个顶的总宽度呢，它是90公分，衣架与衣架之间的距离呢，空到40公分，空40公分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再大的话，就有点宽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找出来一条中心线，以这个中心线呢，往两边分20公分，然后固定主机。这个是顶的中心线，然后从中心线往这边20公分，这就是衣架的中心了。然后我们量一下这个衣架的打孔的位置，这个孔与孔是95，长度1米21。然后呢，我们左右以中心啊左右分中，这个方向也是左右分中。打孔的位置，这个打孔还简单了，都不用加长钻头，直接打。很多人都说这个打孔如何避免这个线啊？其实咋说呢？它这个线呢，从客厅过来，一根线管是从这儿来的，还有一根线管呢是从这边过去到开关那边的。打孔呢如何避免？大概就是要了解它这个线路的走向，了解它的走向，你基本上可以避开线管。但是不保证100%，因为装电动晾衣架我也打到过线管。打了8个孔啊，运气刚刚好，1个钢筋没打到。这个吊杆呢稍留长一点，因为可能顶不平啊，要有这个调节的范围。现在呢，我们把2个机器的线呢给它接到一起，先把电通了。没啥，能吊得动我吧？算了，看给它拉坏的。现在我们这个衣架就装好了，然后螺丝呢，我留的比较长，就是这个位置，这个螺丝。这个螺丝留长的好处呢，就是说，吊顶的师傅过来，根据它的吊顶，然后再进行那个调节的时候呢，这个螺丝是调个3到4公分左右是足够的。